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开场的场景有没有非常的独特呢？我从来没有在车上和大家开场过，对不对？我现在呢人在高雄的瑞丰夜市。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啊，真的非常少来夜市。今天为什么会来呢？就是因为我最近被综艺夜市王整个烧到。不过夜市王烧到的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看看这个周末排队的人潮，就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个冬天的夜晚突然想念热腾腾带锅气又重口味的夜市美食。今天在节目里面播出的这些店家呢，在周末的排队时长甚至是1个小时起跳，所以呢，我就小小的打听了一下这一次参加夜市王的全部店家名单，抢先踩点，超前部署，为了让我们的节目更加的严谨，更加的全面，我甚至在3天之内来了2次瑞丰夜市。前天我就已经来了1次，那次来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些瑞丰夜市王们的美食全部打包回家，在家里面进行了试吃。我想要看一下这些美食在外带的情况下到底好吃的程度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用外送 app 来点餐或者打包回家吃嘛。那今天呢，就是要吃一吃这些瑞丰夜市王的美食，夜市内用的情况下刚出炉的最佳状态。到底哪一些瑞丰夜市王的美食适合外带，哪一些又必须在现场吃才好吃？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个究竟。我敢说，今天这期绝对是最严谨的瑞丰夜市美食评测。趁节目还没有播完，排队还没有很夸张，记得看完今天这一集，带着攻略来瑞丰夜市吧，走吧。今天来的第一家呢，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因为我前天来的时候啊，就无缘吃到，等1个半小时，而且还有可能我等了还拿不到，所以呢，我今天就是想要来一探究竟，就是这一家瑞丰昌海鲜烧烤。这家店呢，在夜市王蚵仔煎那一集勇夺冠军，所以人潮涌动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啊，它的 Google 评分才3分。今天我们是为了来看夜市王参赛的店，要吃的就是他们在参赛的时候比赛的拿手好菜。但是呢，其实你看它这边有好多海鲜的菜单可以点。拍摄完之后，下一次也想要来尝尝看。好想要点它的虾子，因为它还在那边活跳跳的。对，而且它的那个生蚝也超大颗。我们今天点的是这个双蛋脆皮蚵仔煎，就是他拿冠军的那一道菜。我给你听哦。它整个蛋液是非常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蚵仔煎，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不敢吃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鼻涕。因为这一次要拍摄，而且这是我37岁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我希望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更 open mind 一点，更多的去尝试一些我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人生第一口。通常吃蚵仔煎的流程是什么？我要先从哪个部分开始吃啊？我希望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更 open mind 一点，更多的去尝试一些我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我把它吞下去，是直接吞嘛，对不对？没有吧，要嚼吧。我先喝点水，等一下。那你下一口吃蚵仔会是什么时候？反正不是现在。那如果品出蚵仔的话，你觉得它的蛋跟蔬菜很好吃？它如果做成蛋饼的话，我应该会每天吃。它那个酱汁非常好吃，蛋液非常脆，就跟它的名字一样，脆到飞起来。这个酱是比较清爽的酱，一点点酸，然后甜味也不算是很重，可是它的鲜味又非常的恰到好处。然后跟这些蔬菜还有蛋把它裹在一起的时候呢，蔬菜的味道会去综合掉一些油炸油腻的感觉，一口下去呢，清清爽爽的，再加上它这个脆皮的味道，其实在口感上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菜单上还有像虾仁煎，还有花枝煎，如果是我自己来吃的话，我有可能会点的是虾仁煎跟蛋煎。出来描述一下我的第一次吃蚵仔煎的体验感受了。你为什么要出来说？我怕我等一下在里面说错什么话被赶走。整体吃起来，我觉得它真的3分有点太夸张了啦。如果是爱吃蚵仔的人，吃到这个感觉应该是蛮好。你觉得那个蚵仔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它的蚵仔很新鲜，因为蚵仔如果久了之后，其实它会有稍微硬一点，然后它是软嫩啊，它是真的还蛮软的。用我的舌头跟我的上颚一夹之后，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吞下去。你知道我觉得那个蚵仔是什么感觉吗？大家有没有去海边挖过沙子？就很像那个海水冲到浅滩上，然后当你拿那个塑胶小铲子挖开一条沟，然后海水冲进来，拂面而来那个海的味道。第一次听到对蚵仔这么文青的描述。我觉得这不太适合带回家啦，真的，因为它旁边冰花
很脆，很好吃。我觉得如果打包水蒸气上来，它软掉的话，蛮可惜的，没有吃到那个口感的话。所以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就来这边排队看看。然后现在是5点21分，他们还不用排队哦。我们前天来8点就已经排1个多小时，所以大家要掌握时机，掌握 timing。这一次鹅啊初体验，我给它的评分是现场用4分。我现在在的这家店家呢，是我本来很期待想要来的，来吃沙威玛，结果他今天没有开门。因为老板是帅哥嘛。没有啦，我期待是因为我打包回家那个来吃沙威玛，人气这么高，可是我吃起来就觉得那个味道有一点点苦，可能是因为我打包回家，面饼有点吸了那个酱汁在里面，就变得没有那么的筋道。可是我在 Google 上面看到大家的评论都说他们家的面饼非常厉害，所以我本来很期待吃一吃现场刚出炉的那个感觉，可是今天就非常的遗憾。不过你刚刚讲到啊，老板是帅哥这件事情啊，你想要找这家来吃沙威玛，你只要走到这条巷子里面，整条巷子里面最帅的那一个就是来吃沙威玛。通常我们在搜索一家餐厅或者小吃店，你打那个名字进去呢，那个 Google 的页面通常都会是一些菜色的照片。可是呢，这家来吃沙威玛，它照片有1半以上都是老板本人的，而且虽然他的 Google 的评价只有几十个，但是老板的 IG 有2000多个粉丝。上次来打包的时候，还有遇到就是粉丝专程来买沙威玛是为了跟老板拍照，这到这种程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土耳其帅哥，然后尝一尝这个沙威玛呢，就可以礼拜4、礼拜5、礼拜6、礼拜天就可以来这边打卡看一看咯。这个我真的也是推荐大家现买现吃，不要放太久，要不然真的是会糊在一起。外带的部分，我其实给他的分数是3.8，以后如果现场可以来吃的话，我可以更新一个现场来吃的评分。接下来我们要来吃阿麦麻油鸡饭，这家店的老板人非常的好，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有帮我指路，因为我上一次来整个大迷路。所以你是跟观众说，以后如果来瑞丰夜市，可以把它当做 information 吗？我觉得老板除了挂麻油鸡饭在店头上，还可以挂个那个 I。先买他的东西，我以为阿嬷麻油鸡饭店里面，他应该是阿嬷在那里掌勺，没想到所有操持事情的全部都是男丁。这家 Google 评分啊，它虽然只有62个人参加，可是有4.4分的好分数。今天点的呢是麻油鸡汤，然后还有一个麻油鸡饭。这个麻油鸡汤 ，Google 上面评价有人说没有什么麻油味，可是我觉得麻油味超重，因为整个店铺一走进来，还没有走进来，在门口就是整一个麻油香就已经可以闻到了，而且里面姜片还超级多，鸡肉也超级大块，麻油味加上老姜的味道，光闻就已经有滋补的感觉了。麻油味直冲脑门，如果是麻油爱好者，我觉得这家店你应该完全不可能会失望。重点就是啊，就算那个麻油味很重，可是也没有办法掩盖到它整个汤的那个鲜味调味。鸡肉非常的弹牙，很嫩，就是炖很久的感觉，真的好好吃。我必须要讲，我觉得这个鸡肉的口感跟我那天打包回家的，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觉得现场吃会更好吃。老板刚刚有跟我讲，豆瓣酱配着吃会非常好吃。麻油鸡饭应该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因为本来就叫麻油鸡饭。我原本以为麻油鸡饭打包回家跟在现场吃应该会差不多吧，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可以冰很久的感觉，可是没想到我在现场吃这么好吃。尤其我刚刚吃那个香菇的时候，我一口咬下去，整一个香菇的肉体都饱含了这个麻油鸡汤，或者是他们调料过的那个汤汁，就是吸满，然后在你嘴巴里爆炸。通常我在吃这一类的油饭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蛮怕里面的肉会很柴，你会怕吗？会，就感觉蒸的很久，然后会很柴。结果它的鸡肉也是很嫩的，在这边吃的时候，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来现场试试看，或者就算你打包的话，你就打包完可能就10分钟、15分钟内就可以开始先尝尝看它当下的味道，热腾腾的。我和陈老师呢，本来就不算非常喜欢吃麻油的人。我的话，我是因为坐了2次月子嘛，每一次坐月子都要吃一大堆的麻油料理，我都不吃，我都给陈老师吃，所以呢，导致他吃完之后呢，他现在也不太爱吃麻油了。还不是因为你。可是呢，这家麻油鸡饭非常的神奇。我上一次打包回家之后啊，我本来觉得说，哎呦，麻油味好重，让我回想起月子里的那一段时间，吃了一半，我就把它放进了冰箱。然后结果神奇的是，我隔天早上起来，我主动说，那个剩下的那一半的麻油鸡饭给我吃到，大家都不要跟我抢。然后我就把那一半又嗑完了。所以其实就是我前天晚上、昨天晚上，然后今天晚上，我全部都在吃麻油鸡饭。我已经连吃3天了。第3次我就深深的爱上，这就
就是这一家店这么神奇的地方，所以我真的要给它很棒的分数才可以。外带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好吃了，外带我给它打4分，然后现场吃我给它打4.5分。接下来这家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因为人潮太多，排队要1个半小时，所以我们就没有吃到的天使鸡排。天使鸡排呢，在夜市王第1集里面就拿到了第4名的好成绩。我查了一下瑞丰夜市各大的推荐 list， 天使鸡排都是榜上有名。虽然它在夜市王里面的成绩是第4名，可是呢，它在 Google 上面，成绩就非常棒喽。它在 Google 上面有4.8颗星，而且有7113个评价。我们今天点的呢，就是天使鸡排的麻辣口味，大辣。我吃一个，我再吃，我再吃，再吃一个，好好吃，我先吃，我先吃。0.1呢，相对厚厚的，可是它非常酥脆，就是正中我下怀。想起来在流口水。虽然面衣很厚，可是当你咔吱一声咬下去之后，它里面那个肉是非常弹牙，而且非常 juicy， 就轻轻捏一捏啊，汁水都会飞出来的那一种，根本停不下来。敢吃辣的人真的直接大辣。所以我要给它4.8颗星，和 Google 一样。说外带这件事情啊，我就光从我点完鸡排，然后我刚刚在包包里面放了一下，我拿出来，它就已经没有刚刚那么脆了。所以如果你要吃鸡排的话，真的强烈推荐现点现吃，那个风味真的不一样，好吃好吃。外带的话就会稍微差一点。我来了2次瑞丰夜市，我逛的过程中，我发现有2家长虹牛排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菜单啊什么也都一模一样。为了让我们这次的评价可以更公正一点的，我们上一次外带是另外一家，然后这一次我们内用呢就选择了这一家。我们来尝一尝这2家的口味到底有什么不同。这家店呢在 Google 的评分有4.7那么高啊，而且有1001个人参与了这一次评价。是打卡送牛排吗？到底好不好吃？我们去吃吃看咯。我们今天点的是沙朗薄牛，上一次点的呢是特级沙朗，用的酱料呢就是综合酱，它的面就是大家平时常见的一个铁板面的感觉。陈老师一直在我对面流口水。刚刚他整一个牛排上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大一片牛排，我心里想说完了，又会像上次一样很硬。结果万万没想到，我切下去的时候还蛮软的，可能是因为我点的是薄片，所以它的那个肉就是蛮好切开，也蛮好入口咬开。再加上我觉得他们家的酱汁2个酱 mix 的混合度非常的好，它的胡椒酱是一点辣味都没有的，我觉得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而且我觉得来吃夜市牛排啊，是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别的地方牛排都是比较高贵的存在，但夜市牛排呢，就把这样的一个高贵的用餐形式呢，变成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一个感觉。这一家夜市牛排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现场吃，因为其实它座位也还蛮大的，而且你来现场就会有这个无限量的红茶，然后加上这样的玉米浓汤。夜市牛排的标配。玉米浓汤其实我们打包的时候，它也给我们附了1小碗，但在这边呢，你就是可以不停的加。我们在吃夜市牛排啊，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点那个薄片就好，不要把它想象成这个是 Wagyu 或者这是 Prime， 它就不是，它就是夜市牛排。那我觉得点薄片的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上一次打包回家，坦白说有一点点失望，因为有可能时间有点久，然后那个面就变成了那个外带盒的正方形，拿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坨。但在这边它面是散开的，整一个肉质的感觉也是，在这边你会觉得说它的肉是可以被咀嚼，而且非常简单的就咀嚼，但是拿回家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肉很硬很难咬。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来现场吃，口感上会更好。这家我在家打3.5，我在现场打4.3。接下来这家呢，不仅是代表了瑞丰夜市出征夜市王，还是我上一次在 IG 上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瑞丰夜市必吃口袋名单，大家提名率超高的这一家店铺就叫鼠小2。它这个人气有多高呢？我已经6点11分了，其他的店铺陆陆续续都已经开门了。鼠小2呢是属于比较踩点开门的那一种，重点是它在还没有开门，幕布都还是放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它今天就不开门了，结果就发现很多客人就已经在那里排队了，人头攒动。它在 Google 的评分虽然是4.4分，可是只有10个评价。那有点少。这次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瑞丰夜市的排队名店，它 Google 评价的要么就是分数不是很高，要么就是它的那个评价的数字很少，是因为各位老饕都不想要把自己的口袋名单贡献给大家知道吗？
我们今天苏小二点的呢是千岛玉米。上一次我们其实是点了2个口味，奶酸沙沙跟千岛玉米。上一次我在吃千岛玉米，我觉得这个的口味调味我非常的喜欢，但是因为我们上次拿回家的时候啊，它就已经凉凉了，所以我很想要吃一下它热热的刚出炉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上面撒的都是海苔粉，然后外面是千岛酱提在上面，然后里面把它切开之后，除了这样一丝一丝的马铃薯之外呢，还有这样子的玉米。刚刚一拉起来就全部都是牵丝的 cheese， 看起来就是非常高热量，可是我猜那个口感应该是非常适合冬天。我是今天第2个点到苏小二的人，我刚刚回去拿餐点的时候啊，整个队伍已经排到巷子尾了吧？所以如果你想要吃苏小二的话，我觉得可以趁早来抢头香，会比较保险，才不会等很久。其实我吃这个现场版呢，我就已经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来都有这么多人在排队了，因为它吃到嘴巴里真的会有一种幸福的口感。对我来讲，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以为来现场它的这个炸的表面的这个马铃薯是脆的，但其实我现在在现场吃起来，刚出炉的情况下，它也没有脆，但是呢，它比我带回家要好吃不少。我带回家的时候啊，因为可能放了已经有一点点没有像当初这么热了，然后再加上水蒸气的关系，它可能整一个马铃薯的这个本体就更软。可是我在现场吃，我就会觉得说它很像一个马铃薯版的大阪烧。如果你喜欢吃大阪烧，苏小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所以现场呢，我就给它4.1分。然后如果你打包回家呢，我可能就不是很推荐，我只给它了3.5分。好吧。我大概1年都不会再来夜市了，我已经把我1年的夜市额度都已经用完了。接下来这一家大有来头又很神秘，它虽然代表了瑞丰夜市啊去出征夜市王，可是在整一个 Google 都没有它的任何资讯，包含没有评分啊，没有简介啊，什么都没有。可是呢，你去现场就是排队排到你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我心心念念的好福气臭豆腐。然后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和老板聊得太开心了，我还把他们的这个点餐卡不小心带回家了。老板还是我们频道的观众哎，他有订阅我的频道。明明就是你拿人家的手机订阅的频道。干嘛讲出来啦？今天点的呢，就是他们家当家的皮蛋臭豆腐。上一次打包回家的时候啊，给我留下了好深好深的印象。发现他们家的臭味，其实以台湾的臭豆腐来讲，它算臭。很久没有吃到这么臭的臭豆腐，臭到我儿子刚好下来，然后就说：“妈妈怎么这么臭？”然后就捏鼻子就跑开啊！我一直在流口水。打包回家的时候啊，因为放一点点时间了，所以它那个外皮就是有点点软软的。我就很幻想着它刚出炉的时候，应该会是那种非常酥脆的那种感觉。对它的调味，其实是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真的很期待它的口感。我们来试吃一下，看看咯。我现场吃它的臭豆腐也没有很脆，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一口金酥的那种感觉，就是咬下去整个嘎吱嘎吱到飞起来的那一种啊，这个可能不是你期待的那一种。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味，然后可以下饭甚至的油豆腐的感觉。臭版油豆腐的感觉。刚刚有发现了，它其实炸完之后，它是会先跟汤汁一起煮的，一起啊，所以它本来就是走这种有汤汁煮过的那种感觉。那这样我就可以理解了。通常吃的时候啊，我就会把这个泡菜然后塞在这个臭豆腐里面，一口咬下去，它的皮蛋表皮还有炸过，它才会是这样子虎皮的这种感觉。皮蛋加臭豆腐都是外国人不敢吃的东西，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两个东西很臭。然后这两个双臭加上泡菜的酸爽，一口咬在嘴巴里，那个感觉真的是直冲天灵盖。加皮蛋创意上大分。我一开始觉得在家里吃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外带可能会跟刚做好差异会很大，因为毕竟它是炸的嘛。但我今天来现场，我发现说好像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家里尝一尝这一家好福气臭豆腐的话，可以外带回家的话，你都不用在现场挤，因为现场真的人山人海，超级多人。因为它整一个臭豆腐有炸过，再加上跟这个汤汁一起煮吧，它整一个臭豆腐里面吸满了汤汁，非常的入味。所以在家我给它打4.1，然后这次我来现场呢，我就给它打4.4。吃完臭豆腐真的满嘴流臭留香。所以呢，要快点吃一个甜的来改改自己的口味。在这么多店家里面呢，我们就决定要来吃这一次出征夜市王的凭什么苹果糖。这家苹果糖在一众重口味的夜市美食中间，而且它格外的小清新，而且这些五颜六色、漂漂亮亮的苹果，真的是白雪公主来了都要多看2眼的程度。它的 Google 评分呢是4分，那是15个人参与了这一次的评价。都好少。对啊，不
为什么大家来瑞丰夜市都不舍得写一些评论？如果觉得好吃，其实真的可以把评分给它打下去，支持你喜欢的店家。你觉得跟在家里吃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它其实还蛮适合你打包回家的，而且这样漂漂亮亮，它帮你包好一杯，然后你就可以想吃的时候吃一口。但唯一有一个区别，我发现你打包回家的时候，下面它会慢慢的就有一些水出来，不知道是因为糖在室温下会化开还是怎样。那你现场吃的话，糖是非常厚的，有点像小冰块一样的粘在上面，而且重点是哦。它虽然是看起来是有一些像那个大苹果的糖葫芦，很多糖葫芦我们在吃的时候啊就会掉那个渣渣，可是它就不会，这个糖衣裹得非常的好，很完美。而且老板在切的时候啊，他有说我们会稍微慢一点，因为我希望我慢慢切，然后这个糖衣它才会漂亮的裹在上面。所以大家如果来点这家的话，就记得给老板一点点的时间，让他给大家呈现一个非常漂亮的苹果糖。我今天点的是日式经典原味，然后我上一次点的是限定的玫瑰花口味。然后差别就是在玫瑰花口味，它是一朵拿出来是漂亮的、很大的玫瑰花，你就可以拿去拍照、IG tag 打卡的那一种。但这个切完之后就是这样一杯，就没有那个打卡的那种感觉。味道上的话，我觉得那玫瑰花口味确实会多一点点玫瑰味，然后这个就是甜甜的感觉。如果是你喜欢那种漂亮的美食，我觉得这一家应该真的会还蛮适合你的。这一家的话，我是在家评分跟在现场评分是一样的分数，4分。接下来这家呢，冲绳酥炸大鱿鱼，我上一次打包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刷嘴，这家酥炸冲绳大鱿鱼，不对，这家冲绳酥炸大鱿鱼啊，虽然它代表瑞丰夜市出征了夜市网，可是呢，它在 Google 上面评分只有3.4分，而且1颗星的比例超级多。但是仔细看也是很多年前啦，近几年好像表现稍微有变好一点点。而且呢，它应该也是平时的排队名店哦，因为它看板下面甚至贴出了如何快速购买的攻略。我刚刚咬了一口它的鱿鱼须，炸的比较脆的那个地方啊，我有尝到一个，就那个油感觉炸很多次的那种感觉，就那个油的味道还蛮重的。可是当你在吃身体的部分，它就不会有这个感觉。现场吃比我打包带回家要好吃不少。上一次打包回家之后啊，整一个鱿鱼的身体已经有点像那个橡皮，很硬的感觉。可是现场吃的话，它的身体的部分是脆脆软软的。但是必须要讲，它的调味也是上一次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就有一种你会在吃玉米片或者洋芋片的那种调味，然后包着鱿鱼的感觉。我们点的是大辣，我跟陈老师比较爱吃辣。通常这种辣粉有一些，比如说咸酥鸡或者酥炸鱿鱼，我们点大辣的情况下，那个辣粉下去啊，辣粉会盖住其他调味的味道。可是这个辣粉即便包裹着整一个鱿鱼，但它原本调味的那个鲜度还是在，然后让整一个新鲜的鱿鱼的味道更加激发出来。所以我现场吃呢，我就给它3.9分，扣分是扣在那个鱿鱼角的部分了，就是这个部分。回家吃的话，我就给它3分而已。好啦，我现在已经从瑞丰夜市回家啦，不知道你的口味是不是跟我一样呢？如果你心里有更能代表瑞丰夜市的美食私藏名单，也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这次为了拍摄呢，去到瑞丰夜市，我也有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发现。之前我去夜市啊，都是直接去那几家，然后吃完1、2家之后呢，就饱了。再下一次去夜市的时候，又重复这样子，所以真的没有机会发现很多隐藏在巷弄里面的美食。可是呢，这一次为了拍摄，我走街串巷，除了今天拍的9家夜市网美食之外呢，我还发现了很多大排长龙，还有很多没有大排长龙，可是一看就很好吃的夜市美食，真的让我感叹，原来夜市的美食比我想象的知道的更多。所以也欢迎正在看影片的外国朋友，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记得来台湾品尝风格各异的美食。Welcome to Taiwan！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点热推哦。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